大龄剩女都卷起来了，我也来说说。我有一套房，2辆车，一个几万块的油车已经给我妈妈开了，自己现在开一个电车，一个50多平的公寓。我对男生不要房，不要车，不要彩礼。如果真的有人看上我，我也愿意给男生贴个几万元当彩礼也可以，可以婚前检查，也可以远嫁，也可以少买3斤。我就问还有谁？你知道吗？2025年中年少女们最喜欢的4大名著是什么吗？是霸道总裁爱上一贫如洗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2娃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在酒店当服务员的我，霸道总裁爱上全新的我。咱就说啊，现在的短剧到底有多离谱？咱能不能符合一点现实逻辑？我被骗了，被骗惨了。以前他们都说女人应该独立，所以说我在谈恋爱的年纪就去拼搏奋斗。但是等到我现在车子、房子、存款都有了，人却老了，但是这些并不能给我带来快乐和开心。我还是想找个喜欢的人，生个孩子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。只要有人愿意的话，我的车子、房子、存款全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能对我好，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在一线城市的婚恋市场当中，女性远远高于男性。以北京和上海为例，2025年的数据显示，北京大龄未婚女性人数已经超过了80万，上海则突破了90万。根据西南百合数据中心发布的2024年度部分城市相亲市场男女比例调研，数据显示女性数量多于男性，而在广州相亲市场上，男女比例竟然达到1:18。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、收入水平较高的年轻女性不断涌入大城市，而男性则因为经济压力更倾向于回流到2、3线城市，使得优秀女性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婚恋困境。我肯定是嫁不出去了，81年的都已经是15岁了，没有结过婚，没有生过小孩，早就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了。现在就连我爸妈都不催我结婚了，他们心里肯定也明白，我这把年纪还会有谁要呢？哪怕我现在就是不要求任何条件，就是倒贴彩礼，估计就连老头都不会要我了。这位37岁的博主虽然尚未结婚，但他表示目前生活状态让他感到很自在，所以他并不急于步入婚姻。比如说年轻的时候，20多岁、27、8岁那个时候是比较想结婚的，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，我需要一段婚姻来拯救我，好像需要2个人来分担我。那个时候不太宽裕的日子，或者是内心没有安全感。比如到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我单身也好，或者是我后面想要孩子也好，我是有足够的底气可以去做这件事情。那就说白了，就是我有经济基础。到26、7岁、27、8岁那个时候，经济基础不够的时候，就觉得我好像需要一个人。其实，我会发现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的缘由都是自己不够拥有的不够多，没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内心，也不够自洽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博主坦言，他还没有做好迎接婚姻或孩子到来的准备。虽然偶尔看到别人的孩子会觉得很可爱，但他认为自己还无法胜任母亲的这个角色。我是36岁的大龄剩女，未婚未育，刚被裁员。晚上10点，我正在准备明天面试的事情，突然我接到我妈的电话，她劈头盖脸就是一句：你都快37岁了，过年你奔40了，你已经是社会边缘人物了，你再不找个人嫁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像被刀子一样炸掉。甚至最近有一个已婚的人追求我，我拒绝了他。在我拒绝他的时候，他对我说：你年纪大，没有背景，就算你是一个努力的好女人，也不会有男人愿意为你买单的。只有我这样的人看上你，你应该觉得感恩。就仅仅因为我36岁了，我是27、8的小姑娘，我就要降低自己去给别人当3吗？博主说，20年前他从内蒙古的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，一直在努力生活，积极向上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年纪大一些的单身女性总是被欺负。35岁女人又不是绝经了，其实身体正处在最佳状态，可整个世界却一口咬定她毫无价值，只配找一个条件不如自己的男人结婚。他说，当这个世界一次次打击我、否定我时，我只能在深夜默默地擦干眼泪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就是要活得精彩，活得幸福给你们看。我36了还没结婚，就算我什么都不说，你们一定觉得我的要求高才找不到的。那如果真的提个要求，那我就提一条吧。嫁给你呢，我不会做饭，你需要做饭给我吃，我呢需要一个会做饭的老公。听到这里呢，你不要着急。虽然说我不会做饭，但是呢，我平时的工作比较多，
我愿意把我赚的钱呢用于生活的开销。听到这里，你们觉得我的要求还高不高？这位34岁单身博主对另一半有3个要求，我们来一起看看吧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就是在结婚前他在外边怎么玩我不管，但是在婚后他得收心，踏踏实实和我过日子。第二点，我生孩子后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，因为我也要有自己的事业。第三点，家务活必须是2个人一起干，因为我觉得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貌美如花，而是2个人共同努力，一起奋斗才是最好的婚姻状态。你很好，我也不差，你们觉得我条件过分吗？大龄剩女啊，之所以有底气能坚持单身，一个最核心的原因，说白了就是觉得自己还有一些资本可以再挑挑拣拣。那随着青春的流逝呢，过了30，尤其是在35岁之后，手中的这些筹码呢就会加剧缩水。男的但凡优秀一点，对女生的要求首选的就是年龄。可能有些女生觉得说，别看我年龄大，但是我保养的好，身后还有追求者呢。只要我什么时候想结婚了，找个人结婚还不算什么问题。那我告诉你，可能这些追求者只是想撩你，闲着也是闲着，或者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也没有什么合适人选。不信你直接跟他说，走带上身份证，我们去民政局，你看他敢不敢？有敢的，敢跟你去领证呢，你还看不上。大龄女生她真不是嫁不出去，别再说咱大龄女生没人要了。不管是大龄的还是小龄的女生只要想嫁，分分钟都能嫁出去，只是没有找到她们自己想要的那个人而已。她们只是对婚姻和爱情有很美好的愿景，不愿意将就，不愿意凑合而已，这是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一个态度。婚姻本来就不是到了某个年龄就必须完成的事儿，而是在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后，自然而然的想要开启新生活的冲动。我是89年的，今年36岁了，未婚未育。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，为什么大龄剩女不好嫁出去，是因为同样同龄的这种男性，他更多的会选择这种2婚的女人，他也不愿意选择这种大龄剩女，因为他觉得2婚的女人有可能是遇人不淑。而我们这种大龄剩女，她觉得我们承认就是自己作的，或者是就是我们性格有问题。其实我冷静的去分析了一下，我觉得这种男性的话，他其实是想找这种好掌控、好驾驭的这种女人。有的大龄女性也许是言情小说和偶像剧看多了，都有一种幻觉，以为有一天会遇到一个霸道总裁，无条件的宠爱她。这种男人财力雄厚，却只对她一人温柔无限。这种幻觉让人在孤独时有了寄托，在失望时有了想象。那问题就是，这种霸道总裁往往只存在于剧本里，现实中的爱情更多的是磨合与协商。或许我们都该问一问自己，我期待的是一场被宠爱的童话，还是一段可以并肩走下去的生活？姐妹们，醒一醒吧！现实中哪有这么多总裁呢？咱们少喝一点鸡汤，少看一点电视剧，回归到现实生活中。霸道总裁就算他要找，他也可能会去找个年轻漂亮身材好的，温柔的体贴的，容易幸福的。他怎么可能会找你呢？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得过吗？看一下自己的条件好吗？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快要绝经的我真的要被这句话给笑死了。这句话是谁说出来的呀？是不是恋爱剧看的太多了，姐妹们？霸道总裁能看上这样的我们吗？你看看外面那些秃顶的大腹便便的那样的男士，大多数都会是我们最后的选择。我们离异了，带着孩子，那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品好、三观正、能对我们负责任的就已经很好了。不要再痴人做梦了，说什么霸道总裁爱上这样一个你，可能吗？现实吗？你为什么要离婚呢？因为只有离婚的霸道总裁才会爱上我啊。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？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我啊。你都快30几要40啦，都快绝经啦。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快要绝经的我。你想太多了。我们这边最近也报名了好几个就是离异带孩子的女士，也是催我们给她找对象。而且这个离异带孩子还都是要求对方有房有车有存款的，经济条件还不能差，或者像做生意的。
哎，你说有时间我们也不好当面说，是吧？你说说这都是咋想的呢？就好像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上，这些男的有房有车有存款的，经济条件还不差的男的，就给他准备着像现成的一样，让他挑死的。奉劝大家，真的没有那么多条件好的，有好条件的他也不来这里呀，对不对？他身边肯定自己也不缺的。给你们讲一讲这些未婚的女士小青年是怎么变成大龄剩女的，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大部分21、23的时候感觉自己还年轻，不着急，有的也是还在上学。等到25、26岁的时候呢，想搞对象了，但是啊，矜持啊，我家里边只要不给我介绍对象，我自己也不会去找个红娘，对吧？要面子。等到一拖两拖，拖到28、29岁了再相亲。然后跟这个搞1年，跟那个搞2年，哩哩啦啦的，对不对呀？一拖就到30了。等到30多的时候再相亲，不好意思，姐妹，这个相亲市场适合你的已经就非常少了。我就想问一下哈，那个网剧，就是那个网剧有没有人管呢？就等于说是哪个部门他们是负责就是管这个网剧的？就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我，这个也被你们拍出来啦？就是你们把红娘往死里整是吧？这些东西哈，万一他们看多了，他们相信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去哪里给他们找霸道总裁嘛？别再说大龄剩女没人追啊，他们生下来根本不是没人要，而是心气儿高，总想上架等更好的，觉得自己能等来霸道总裁。你看现实哈，男人在路边吃盒饭，10个女人9个嫌；女人在路边吃盒饭呢，10个男人呢有9个疼。你说仗着性别优势，再加上学历一提，他就更觉得再等等肯定能嫁得更好。可结婚这事儿哪有那么多童话？等来等去没等到霸道总裁，只等来了越来越大的年龄，把自己熬成了大龄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